我被人挂在网上，抨击我买假包，给老男人当小三，抢保研名额。事情一出，我爆红网络，男朋友跟我分手，定好的保研名额也挪给其他人，而这人就是我曾经的好姐妹室友。看她得意洋洋，挽着我男友的手走了，我冷笑，给我们家又老又胖的有钱男人打去的电话。为了进入最高学府深造，我拒绝了家里安排的出国留学机会，并在大二下学期搬进宿舍争分夺秒学习。因为是临时入住寝室，室友都跟我关系都不温不火，只有一个室友刘莹莹主动与我聊天。我本来也不是来跟谁交朋友的，但有室友主动示好，我也很高兴。一来二去，我们渐渐熟悉，会一起吃饭、上课聊天，逐渐关系变得密切。然而最近，我发现校园论坛上开始有关于我的流言蜚语，帖子里充斥着对我品味的抨击，指责我喜欢买假包，装有钱人。确实，我因为小时候家里教育要低调，我从来不炫耀家里多有钱这种事，但也不至于被说成是假包吧。对这种谣言我是不在意的，现在我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努力学习，拿到保研 Q 大的名额。为此，我冒着劲儿拿下了全市化学竞赛第一的成绩，如愿参加国际化学竞赛。学校跟我定下约定，只要拿下金奖，保送名额就是我的。而等我顺利拿到金奖，为学校赢得荣誉回校的这天，网上却爆出我在校外当小三的丑闻。起初我还并不知道这件事，走在路上，我忙着刘莹莹发消息，宝，我到学校了，金奖拿下，我先回寝室，待会请你吃饭啊，一连发了几条消息，都是陈大海，怎么回事？平时不都秒回的吗？我正纳闷，只感觉身边的人时不时投了异样的目光和窃窃私语，说着什么不要脸当小三，还路过我身边阴阳怪气说背假包之类的话，找人想问一下情况，他们见到我却像是躲瘟疫一样跑得远远的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，是男朋友周思的微信，他甩了个链接过来。周思是学生会主席，之前追求了我1年多，我才答应和他在一起，平时对我体贴入微，但今天的话语却充满了怒火。米优，你他妈是不是在外面给人当小三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装，你再给我装！老子怎么没看出你原来是这种人，都被人挂论坛里，上了热搜，还在这装？你平时在我面前给我装高冷，不让碰。我说你平时穿的背的都挺贵，你又从不主动提自己家境，原来是当小三，你说你贱不贱呀？他噼里啪啦打了一堆字过来，他的话让我目瞪口呆。我没有当小三，少给我装，分手。你以为我会要一个外面当小三的女朋友？老子把你甩了。他一连串信息如同冰冷的刀子，将我彻底击碎。我无法相信，这个曾经温柔的男朋友，竟然如此恶毒的指责我。我点开了他发来的链接，终于搞清楚事情的真相。入眼13张的照片，照片中的人就是自己。一张是我从豪车上走下来的照片，照片拍到车里的驾驶座是个中年男人。第二张照片是我挎着爱马仕包，挽着同一个中年男人逛街。第三张照片是我在食堂吃水煮菜，下面文字并没有指名道姓，只说是学校化学院的女生，平时在校都是省吃俭用，吃水煮白菜，根本不是什么有钱人。刚开学就背假包，后来帮上有钱人，当个小三，大晚上还在外面陪又老又丑的有钱男人，晚上总不回寝室住。帖子火爆至极，评论区沸腾。1楼，这个人我认识，化学院的米优，长得挺漂亮，每次都是背不同的包来上课，本来以为家里挺有钱，原来背地里是棒的男人。2楼，就是看他平时吃水煮白菜那样，明明就是个穷人飞哥那装，最讨厌这种装的人了。我心动冷笑，那几天正好减肥，晚上自己都只在食堂吃水煮菜，没想到被人拍了下来，还被编排成这样。21楼，你们看他挽着那个老男人的样子，那个谄媚真贱呢，学校怎么出了这种人，就应该把他开除了。110楼，回复前面的开除什么，化学院的米优可是他们心动的宝贝，之前老师还推荐他去参加国际化学竞赛，专门给他开小班辅导。130楼，专门辅导，那不就意味着比别人多学点东西，真有意思，这种竞赛还有人参加呢。230楼，前面的谁说不是呢？你们说这个米优跟推荐他参加比赛的老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化学院刘英同学跟他绩点一样，凭什么就推荐他去啊？231楼，谁知道什么关系？这个米优能当小三，说不定跟那老师也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呢。300楼，真恶心啊！话说这个竞赛参加了有什么用啊？301楼，回复前面的人，这个竞赛拿到金奖，再加上绩点一综合，你又说不定就拿到学校保研 TU 大的名额。这个回答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前面说我挽着我爸逛街是给他当小三，后面又说我参加竞赛是跟老师有不正当关系，明明是我从小到大热爱化学，明明是我从初中开始就在深啃那些繁琐的化学竞赛知识，明明是我靠自己的能力拿到国际化学竞赛的资格。这些人看不到我努力的付出，只看到表象中的假包，把一切努力都与男人挂钩。周思居然宁愿相信网上的流言，也不愿信任我，哪怕是半点解释的时间也不给。这样的男友，我心中骤然生出几分对分手的释然。算了，只是前男友罢了。我准备先回寝室，结果看到我所有东西都被丢在了走廊上。网上的时候我可以无视，但私自动了我的东西，实在过分。推开门，寝室只有平时跟我关系一般的2个室友在，压下心中愤怒，我走进冷冷质问，是你们把我东西扔出去的？李梦见我进来，对我翻了个大大白眼，他撇了撇嘴，毫不在乎的说道，不是你当小三挣来的，扔了就扔了呗，多脏啊。周进推了推眼镜，冷冷的看着我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厌恶，你哟，我们不想跟你这种人住在一起，你自己滚出去吧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保持冷静，我真怕自己忍不住动手。首先我给了住宿费，你们赶不走我，你们丢我东西，一旦有损坏，你们就得照价赔偿，能不能赔得起，自己掂量掂量。我注视着他们，语气坚定，他们显然没料想到我这么强硬，表情有些动摇。过了一会，周静冷笑着说道，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吗？我们根本不在乎你的东西。再说了，你在外面做小三赚的钱，我们才不屑于赔偿。如果弄坏了又怎么样？那不过是些假货，就是你的还指望我们赔你钱呢？在男人身上挣不到钱，想在我们这个讹是吧？就是弄坏了又怎么样？不都是些假货，就是不赔给你。李萌幸灾乐祸地说，我简直被他们的无耻震惊了。我走上前，牢牢抓住他们的手腕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去见辅导员，解决这件事。两人显然被吓到了，急忙想要挣脱我的手，他们哪里知道，我在家从小就跟专业保镖学过身手，怎么拿捏人身上的巧劲未一清二楚。就这样，他们硬是被我抓到寝室楼下，我却在这看到好友刘茵茵轻易地挽着钱袋，有周思走了过来。这一刻，我似乎都想通了，谁在学校与我最亲近？是刘茵茵。我吃水煮菜的时候，刘茵茵跟我一起吃的。我跟工作繁忙的爸爸，好不容易有机会一起吃饭逛街，也跟刘茵茵说过。而我不在寝室住的时候，刘茵茵身为我的室友，肯定是最清楚的。所以网上的帖子最有可能发出来的就是刘茵茵。我说楼里有些回复对劲，在情况了如指掌，原来有人推波助澜，但我不愿承认。我本以为我跟他关系亲密，称得上一声闺蜜。我当即甩开两个室友的手，走到刘茵面前，网上的帖子是你发的，是你在造谣我吗？我不死心问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周思，如果只是为了这个男人，他可以直说啊，为什么用这么极端的手段？刘茵茵往日在我面前是柔弱、善解人意的形象，如今她也用到周思身上。只见她似乎被吓到一般，赶紧躲到周思身后，眉眼皆是害怕与惊惧。米优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什么网上的帖子？我根本都不知道。周思也随即发火，他凶狠地盯着我，仿佛我是什么不堪的存在。刘茵茵怎么可能发那些帖子？她一直在我身边，你这小三还敢在这里耍什么花招？再敢这样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，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承受不起。周思他爸是学校副校长，家境自然不错，是以用权才压人才如此得心应手。原来你用你在外面当小三啊！刘茵好似刚醒悟过来，他装作关心的样子，你用你真是太不注意了，也不怕得病了。他的话语带着明显的恶意。周次轻易地拦过刘茵颖，语气中满是冷嘲热讽，宝贝，离这种人远点，他在外面做小三，学校绝对不会放过他。随即几人都露骨地上下打量着我，那眼神仿佛在看什么脏东西。真的是他，当着我的面就敢造谣我得了脏病，我忍受着众人的奚落，得到令我死心的结果。我深深叹了口气，我可以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，不在意感情并不深厚的男友，但我不能接受刘印这个我付出真心对待的朋友被自我好得很。我收起自己的脆弱，目光一一扫过他们，那直接去见老师吧，你们造谣我，丢我东西，这些事一笔一笔算清楚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们理直气壮的跟我一起到了学院办公室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们一进去，辅导员就兴高采烈对刘茵茵和周思打招呼。辅导员朝刘茵招招手，影印来的正好，学院今年保研名额下来了，你过来签个字吧。刘茵忙惊喜的捂住嘴，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，真的吗？是 Q 大的保研名额吗？得到辅导员的肯定回答后，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得意洋洋飘落一眼，然后大摇大摆走到辅导员面前就准备签字。这天发生了太多离谱的事，让人难以接受，男朋友的背叛，好友的真面目。此刻平时与我关系较好的辅导员也对我态度大变，我本意会在这里得到公道，却又再次被不公的利剑攻击。原来刘茵茵不只是抢男人，更要我的保研名额，我一切都想通了。我尽量保持平静，走到辅导员面前，恳切询问，老师，这样做真的好吗？当初学院跟我约定，拿到金奖保研名额就是我的，显然我的温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。辅导员整理着手中的文件，连头都没有抬，米优同学，请你冷静一点。首先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约定是跟谁做的，保研名额的分配是学院的决定。刘茵茵同学的绩点排名第一，她的名额是学校决定的，真是骗鬼呢！既然你们都选择来踩我一脚，好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我一把多个刘茵茵要签字的资料高高举起，冷声质问道，好啊，老师你要算，那我们就来算算。校规明文规定，学校评选保研名额是有2个指标，第一个是看绩点，第二个就素质加分。我跟刘茵绩点是一样，她绩点第一，我绩点也是第一啊，而且我专业科的分更高。而这次化学竞赛初赛，当刘莹莹只拿到第4，是我获得第一，拿到了国际竞赛的资格，并且在国际竞赛中拿下金奖。相比之下，我的素质评分远高于刘莹莹，这个名额根本不属于她。辅导员显然被我的话说得有些心虚，目光不由自主地扫向站在一旁的周思，似乎想到什么，清了清嗓子，气又足了起来。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毕竟是学院的安排。再说米优，因为你的事情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校规规定学生必须保持自身清明，这点你应该明白。你知道你在外面当小三这种事情会给学校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，学校需要花多少力气才能把热度压下去吗？你居然好意思到我面前来跟我要保研名额。辅导员越说越理直气壮，就是说啊，刘茵茵站在我旁边，委屈巴巴望向我手里的东西。米优同学，老师已经很为你着想了，你怎么不能理解学校有良苦用心呢？还是好好想想应该怎么解决网上的丑闻，要是脏了学校的名声，被开除可就得不偿失了。这是颠倒黑白的好手，
要知道在此之前，我真将她们当做好市场好姐妹，没想到我转头就狠狠呲了我一刀。瞧瞧你楚楚可怜又为人着想的模样，若不是抢了我的名额，我可真要为你鼓掌叫好了。我冷冷看着他们，我没有做小三，你最清楚，用这种无中生有的借口暗箱操作，剥夺我的保研名额，这才是最大的丑闻。刚说完，只听啪地声，刚辅导员猛地将手中的书拍在桌上，声音变得严厉，米尤同学，你的话需要负责任，没有人暗箱操作，保研名额的分配也不属于你，刘茵茵同学的绩点和评优情况都符合要求，网上证据都摆出来了，底牌有用吗？几张照片怎么可能成为证据，能证明什么？还是说，老师你能代表学校不分青红皂白，定我的罪？我梗着脖子不打算退缩，辅导员被我顶到接不上话，这时刘茵赶忙走上前去，细声细语的安抚辅导员，言语却故意指责我，米优，你少说两句，这事就是你不对，网上的事情都最正确早，你还跑过来跟辅导员吵，把辅导员惹生气了，你还不赶紧道歉？辅导员立刻变得张脸，温柔的拍了拍刘茵肩膀，笑着说道，还是你懂得体恤老师，不像有些人品行不端，还到处挑事。就是两个室友相视，突然找到能插话的时候，冲出来对我一顿指责，老师你是不知道，他今天非要拉着我们过来找你，我们想着您平时忙不想打扰，结果他一点都不体谅老师，这样我被群起而攻，原作壁上观的周思也不甘寂寞，米优，你别太自以为是，以为谁都要顺着你。我笑了，笑我真傻，竟然试图跟这群货色讲道理。行了，你们也不要在这里处着，你又希望你认清现实，不要太过幼稚，这里是办公室，不是你家，把东西放下，你可以滚出去了。他转过头看下刘莹莹，语气突然温柔起来，刘莹莹同学，恭喜你获得了本学年的保研资格，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，学院宣传部会安排拍摄优秀学生的宣传片，将来有出息了，别忘了老师。掀丸子，刘茵茵激动的热泪盈眶，连声感谢，谢谢老师，也感谢我的男朋友和这两位室友的支持。周思和两个室友立刻上前，与他激动的抱在一起，仿佛是一场庆祝的盛宴，而我像是看着这场盛大演出的小丑，但我的情绪却渐渐平稳下来。冷静下来后，有些关窍我想通了，很明显，刘茵茵早就跟周思早就搭上了。周四的老爸是学校的副校长，保研名额肯定想给自己儿子的女朋友，正好此时网上关于我的谣言四起，学校顺理成章的将我的名额挪到了刘茵茵的头上，他们污蔑我，恶心我，最后还要我吞下这个恶果，简直做梦。办公室外，刘茵茵看端着胜利者的姿态，还散发着装模作样的关心，你别太难过，以你的成绩，考研肯定没问题，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学校会怎么处理你的事情，哎，都是你自己太爱慕虚荣，宝贝，你还是太善良了，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。周思插嘴道，我一定会告诉我爸，让学校严肃对待这件事。好吧，那米尤同学我也无能为力了。刘茵嗤笑一声，得意洋洋的拉着周思离开了。我冷冷的望着他们远离的背影，刘茵莹抢男人也就算了，抢我的保送名额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我拿出手机，拨打了那个照片中的中年男人的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关切的声音，关女儿怎么了？今天突然打电话，有什么事吗？爸，我在化学竞赛中获得了金奖。哎呀，真的呀？那边传来乐呵呵的笑声，还有其他人的恭喜声。关女儿真的老爹争气型，等爸出差回来给你庆功。爸不着急，我在学校遇到点事，我想跟你接个人。挂到电话后，我胸有成竹，随即我又拨打了电话，喂，警察同志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我在大学路，既然这里没有公道，那就找主持公道的人来，看谁死得惨。一位年纪稍长的女民警林警官在询问，年轻的男民警在记录。我点了点头，我报警是因为我遭到室友霸凌，他们将我的东西全都丢在了寝室外，还故意损坏了我的贵重物品。回来的时候，我特意拍了照片作为证据，发现我的几个包因为在地上摩擦而出现了细微的划痕。好的，请带我们上楼查看。我带领民警上楼，看到我寝室门外堆满了我的东西。警察同志，这些都是我的，我前段时间去参加国际竞赛不在校，今天早上回来，他向我的东西都被室友丢在外面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了寝室门，寝室里只有两个室友在，刘茵茵并不在，他们看到我进来，幸灾乐祸的喊道，哟，外屁股的人还敢回来，他们的嘲讽刚一出口，就被进来的林警官制止了。林警官脸色一沉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哦，好的好的，两人立刻变得恭顺，我们过来是为了了解情况。林警官指着门外的堆积物，这位女士说是你们将她的东西丢在外面，请问这些东西是你们丢出去的吗？室友们对视野，立刻低下头，支支吾吾，谁也不敢先回答。林警官经验丰富，一眼看出二人有问题，语气变得严厉，是不是你们丢出去的？实话实说，我国公民有义务协助警察办案，警察取证时如果撒谎，我们后期将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未毕业的学生怎经得起这样的威胁？最后很快就承认了。好的，林警官转向男民警，先把周围围起来，拍照留存。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物品吗？我点头，这里面有我的电脑、平板、衣服和几个包。林警了然的点点头，并嘱咐外面拍照的人将贵重的物品拍得清楚详细些。那个警察同志，我们就是发生了一些矛盾，一是着急才把他东西丢出去的，而且他东西都是假的，都不是什么贵重物品。李梦见警察对东西一顿拍，忙解释道。周静也站出来，是啊，警察同志，我们就是闹着玩的，实在不行，我们给你优同学把东西清理干净再放回来吧。我双手抱臂，靠在自己的位置，悠然地看着他们，跟警察求情。林警官打断了他们，闹着玩也该有限度，
而且东西的真假我们会鉴定，请不要担心，即便这些东西是贵重物品，但我们只是把它放在外面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周进仍在争取，他转身看向我，嘴角扯出尴尬的笑，哪里还有半分之前的嚣张。米优同学，这件事情说我们做的不对，你看，要不我们给你把它搬回来，再收拾干净，再请你吃个饭，好好道歉行吗？他转向我，尴尬的笑了笑，语气变得恭敬。米优同学，这件事情说我们做的不对，你看，我们把东西搬回去，再请你吃个饭，道歉怎么样？说实在的，我很佩服他的能屈能伸。看看后面的李梦，一双眼睛怨毒的瞪着我，我一脸漠然。既然是你们先把事做绝了，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包上已经有划痕，都不能背了。我打开手机拍到的照片，像是为了佐证我的话，男民警仔细的在包上找了找，确实有发现几条粘着沙涂的划痕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压根就没有划他的东西，都是些假货，有什么好划的？李梦急得跺脚，想冲到门口拿包，又被林警拦下，只好咬牙继续说，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划上去的，然后故意报警来讹我们。米优，你就是个穷逼，你装什么有钱，一堆假货，你报什么警啊？是不是就是故意来讹我们？说话呀你！李梦越说越激动，最后崩溃大喊冲上前来抓我，就连民警都没反应过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迅速冲进来，抓住他的手，又将他狠狠甩开。老爹安排的人是文书啊！我笑看着文书视线扫过李梦，刑武出身的人自带杀气。李梦吓了一个哆嗦。你是谁？两位警察同志，这位是我的司机兼保镖，姓文。我身旁的文书朝警察点点头。切，什么司机保镖？真把自己当千金小姐了。李梦在后面嘟囔，我倒没听到。结果文书递来的盒子，刚刚两个室友一直宣称我的东西是假的，还试图对我动手。对此我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。盒子里是这里所有东西的购买小票，希望能够协助警方调查。文书果然靠谱，只是之前简单跟他讲，他就能提前准备好这么多东西，将装好的小票交给了民警。我继续说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，这里的贵重物品加起来约50万左右，警方也可以送去鉴定。放心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50万显然不足，让身经百战的警察有较大反应，却能让家境并不富裕的室友崩溃。李萌愣着半晌，回神立刻大喊，不怎么可能，你明明是个穷鬼，靠着卖屁股赚钱，你哪来的钱买真货？你还请律师保镖，装什么装啊？还50万，我看你那一堆东西加起来也不值什么钱，还指望我们赔你钱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喊着喊着，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。周静冲过来想拉住他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察觉到他愤怒的视线，听了侮辱性的言语，我毫不生气，不过是秋后骂炸，迟早完蛋，请注意言语。文书很不悦，冷目横对。周静站得出来，不用吓唬我们，就算包是真的，又不能证明是我们弄坏的。说白了，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弄坏的，再来讹我们。哈哈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他刚说完，我忍不住笑出声，擦拭掉眼角笑出泪珠。我叹道，亲爱的室友，不知道可别乱说话，警察在这呢，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可以鉴定新旧伤痕吗？是吧，民警同志？林警点头，女士放心，证物我们会装好带回，进行痕迹鉴定。我的话显然刺激到周静，她瞬间涨红了脸。不久，取证结束。行，那请各位跟我们去警局做个笔录。我是一口答应，但两个室友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敢动。也是，之前多好奇呀，现在知道怕了。不急，这才拿到哪呀？我的笔录很快做完，出去吃过饭，回来正好拿到建议结果。调解室里两个室友依然见过建议结果，他们坐在会议桌前，屁股像是被火烧着似的，压根坐不住。我顺势坐在他们对面，准备好好欣赏他们的风姿。从目前结果来看，存在损坏的是米优女士的2个爱马仕的包和一个路易威登的包，都有新的明显的刮痕，经过发票与支付水单合计，折合人民币是31万6千元。民警宣读完结果，室友们顿时脸色上白，我拖着色很满意，看到他们彻底坐不住，用到民警身边，喊道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可能这么多？那些都是假的呀，他就是个在学校吃水煮白菜的穷逼，他哪来的钱？周静也开始口不择言，民警同志，就算他这些是真的，也只是他帮大款当小三买来的，我们也是出于道德方面，这算是替天行道。女士，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损坏他人财物是替天行道。坐在我旁边的文书开口问，民警同志，请问现在是否可以协商赔偿事情？在警察局还敢造谣我家小姐，我们一定会追究法律责任。装什么小姐不小姐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李梦对上文书冷冽的视线，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双手交叉，手背撑着下巴，歪着头注视他们挣扎的丑态。请问两位，食堂吃水煮白菜的怎么了？你们没有吃过，你们凭什么就看不起食堂吃水煮白菜的？吃水煮白菜的不是什么穷逼，更不是傍大款的小三。我目光如炬，两人不敢直视。见状，我嘴角勾出笑意，声音带上若有似无的诱惑。其实我很好奇是谁告诉你们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穷逼。室友对视一番，似恍然大悟，争先恐后喊道，是刘茵茵告诉我们的，她说你就是穷人，装有钱，还点人当小三，她把你的事情放到网上，这次引起我们的误会。对，而且也不是我们要把你的东西丢出去，是刘茵茵她让我们这么干的。周进在说，李梦连连点头，一唱一和，跟说相是什么样。他说你的这些都是假货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为民除害。米友你相信我们，我们跟你平时都不联系，其实是刘咪咪，她一直嫉妒你有个家境好的男朋友，又长得好看。我毫不意外，不意外是刘咪咪干的，更不意外2个室友会把她供出来。现在他们或许意识到
我的包是真的。意识到自己是在劫难逃，急着把事情推出去。我得到了满意的答案，询问民警，既然这样，是否能传唤刘茵茵？当然，民警也认为刘茵茵必须到场。在民警3番5次的催促电话下，我们终于在晚上见到了姗姗来迟的刘茵茵。到警局的时候，虽然还是一副柔柔弱弱的表情，但我能明显发现到她眼底的紧张。警察上前要询问情况，她仍装作猛男不知。装什么装？真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？李梦嘴角扯出讥讽的弧度，不想背负巨额债务的她，语气越发不客气，就是个贱人，明明自己极度米忧，却来鼓动我们。她倒好转头抢人家男朋友，网上说别人是小三，其实自己才是那个小三。刘茵茵刚走进调解室，就迎来劈头盖脸一顿骂，顿时气得脸都青了。可惜她理智尚存，没直接撕破脸。你们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听不懂吗？是你让我们把米优的东西丢出去的。周静指着他，转头对我说道，米优就是他，是他让我们把你的东西丢出去的，他才是主谋。31万还让他赔才对。刘英豪似被周静吓了一跳，手放在心口做西字旁心状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31万？你都吓到我了。装什么装？周四不在着，你装给谁看？李梦冲他翻，就个白眼，没想到吧？你让我们丢出去的包是真的，你优势富家千金，你就妒忌人家吧，还在外面造谣，这31万都应该你来赔。听完李梦的话，刘茵茵直接破防，这怎么可能？她就是个穷。她像忽然吃了哑药，将即将出口的话憋了回去，只隐晦的朝我投来一个视线，眼神充满了嫉妒与愤恨。她嘴上抓了风向，勉强扯出了难看的笑，真是太好了麋鹿。我原本还真的信了网上说你是一个当小三的贱人，我还担心你要是在外面做这种不要脸的事，得什么脏病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不紧不慢地瞥他眼，也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刘英仗着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，却总是用最恶毒的言语来描述我。可是装谁又不会呢？我紧张眉头，扁扁嘴思索一番，语气带着怀疑。李梦，你这么说也不对吧？姨平时跟我关系还不错呢。李梦忙解释，他都是装的，都是在骗你。你看他还撬你墙角，他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你知道他平时背地里跟我们说了你什么话吗？我这手机上都有聊天记录的，不信我发给你看。这微信有什么好看的？微信根本就不能作为证据。别看了别看了。刘毅你表情一僵，似乎意识到自己之前说过什么，走过来就要抢李梦的手机，怎料李梦先一步将手机打开，一个微信3人的小群呈现在众人面前，大多数的聊天记录都是他们之间宝贝姐妹的叫着，除此之外便是对我的各种吐槽和讥讽，其中就以刘茵茵最甚，里面充满了她各种对我的诋毁，以及不堪入目的推断与言语，细数日子，甚至是在我没有搬入寝室就开始了。我是真的很愤怒，又感到几分悲凉，曾经的我是真心拿她当朋友，或许那个时候她只把我看作小丑吧。李梦得意的瞪了一眼刘茵茵，下面还有呢，你看就是这儿。昨天晚上她在群里说跟这种人住在一起都觉得晦气，一个就是穿着我们要不要把你赶出去，说要不是自己第2天有事，她就亲自动手了。随着她往下翻的动作，越来越多的信息呈现在面前，确实能看出刘茵茵穿着2个人动手的行径，但也好像也只能看到刘茵茵是个两面派，这属于道德问题。民警很谨慎，他敲了敲桌子，提醒李梦，李女士，先不说你们在寝室小群随口聊天的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效益，但从这几段句子看来，并不能足以证明刘英女士支持你们损害他人财物的行为。李梦傻眼了，大喊道，不就是他就是他呀，既然事情被捅破，刘英也懒得装了。李梦你可真是个小丑，以为这几段话就能把我定罪吗？31万是吧？你们这2个穷逼就慢慢配吧，真是笑死个人。他转头又问民警，他们这种行为要是配不上是要坐牢的吧？民警同志，31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。这件事情和刘茵茵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就小群的发言看来，他也并不是一个多么干净的人。这种2面3刀的人，谁乐意给好脸色？民警还是很专业的应了他的话，这些案件自有法庭进行审理。是啊，上法庭吧，这种贱人就应该在牢里好好待着。刘茵茵恶毒的言语显然刺破了室友的防线，周静扶着崩溃的李梦，2人脸色都难看至极。我坐不住了。李梦跟周静是刘茵茵这条大狗身边2条小狗，我很期待看见他们狗咬狗的场面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放过元凶。刘茵茵，我跟你还有一笔账没算，嚣张的早了点吧。既然没什么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刘茵茵别急着走，我站起身走到她面前，按住她。这件事说清楚了，那就说一下网上的事吧。我清楚看到刘茵茵眼中闪过片刻的慌乱，很快又恢复平静。网上的事？网上什么事？她又在装傻，这次我没打算放过她。刘英别装了，我们都知道网上发帖造谣理由的就是你。见我主动提及此事，刚被狠狠羞辱一番的周静立刻反扑刘茵茵。刘茵茵冷笑一声，刚刚是李梦，现在是你周静，你们是疯了吗？一个接着一个跑过来污蔑我，污蔑症就别逗了。周静掏出手机，看看这是什么。手机上呈现出一张照片，照片背景似乎的寝室，照片主体是论坛的登录界面，用户名证是在网上发帖造谣我的人。刘毅你看了看，沉默之后又扯出一声冷喝，这能证明什么？说不定那个发帖的人是你，账号是你的，你拍张照片就拿来污蔑我，你们现在也可以看看我手机有没有登录这账号呀。刘英我不蠢，我也知道你不蠢，都来警察局了，谁会把证据放在自己手机里？是不是你自己心里很清楚？周静不是李梦，他脑子转得很快，帖子上的3张照片，其中有2张是同一天的，就是米优跟那个中年男人被拍的那次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你当时在群里吐槽说米优跟老男人一起吃饭，还各种说他坏话，但你当时留了心眼，并没有将照片发在群里，聊天记录在这里。
李梦也醒过神来，她随即翻出了另一份聊天信息，这天他在跟我们吐槽说米油庄有钱人，却偷偷躲在食堂吃水煮白菜，早上还抱在一起的3个人，成了对立面，相互撕咬，果然咬出点东西，内容很丰富啊。看完后，我双手抱臂笑，看着刘英莹，刘英莹，你对我也是太关注了吧。刘英莹沉默了良久，一把推开放在她桌前的手机，那又怎么样？这不过就是凑巧，能说明什么？看他还在嘴硬，我索性也懒得废话。我回头问民警，请问，如果联系论坛管理员，是否能够查询到发帖人的 IP？ 如果与嫌疑人的电子设备 IP 吻合，是否就能够作为物证？反对。刘英英不等民警说话，忙接茬道，如果有人用了我的电脑，在网上发辟一些信息，那又怎么能断定这人是我还是别人呢？请不用担心，我们同样会采集指纹，作为补充证据。民警老神在，经验丰富的眼神，让刘英英看得一阵心慌。不好意思，我的电脑前几天丢了。你胡扯。李萌立即撬了他，前几天还看你用电脑追剧，这就不见了，你骗鬼呢？就是不见了，你有本事在寝室搜啊，看你能不能搜到。要是没搜到，你是不是还是算侵犯我隐私啊？刘英摇头晃脑，看他的眼神满是不屑。恰在这时，并名民警进来了，表情十分严峻。各位，现在事情有些棘手，这件事情现在闹得很大，铺天盖地都是热搜，现在上面希望我们能抓紧处理，迅速破案。既然这件事情现在指向是谣言，那么我们就需要查找证据，将案件侦破。刚刚提到了发帖人 IP 信息，我们会请我们的网络信息部门与论坛负责人联系，也请各位积极配合调查。民警意有所指的看向刘咪咪，刘咪咪愣着几秒，随即表情变得很差，这倒是意外之喜。网上铺天盖地关于我被包养的信息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其背后没有留言的推波助澜，我是不信的。没想到自己买的流量，最终成了反噬自己的利器。不知道此刻的他究竟是作何感想？不管他作何感想，调查也要继续。随着网络信息不传来的消息，IP 地址确实属于学校，对留言的调查就不得不开展。危险是公平，警察从学校寝室将3个室友的电脑以及其他移动电子设备都带了回来。李梦和周静的电脑 IP 地址与发帖地址不吻合。李梦看着刘英莹，笑得有些放肆，还想把脏水泼给我们，没想到吧？就是你才是那个卑劣的小人，网上发帖诋毁造谣自己的室友，又穿脱我们损毁室友的财物。刘英莹压根没有理会他，仿佛他只是个跳梁小丑。他甚至主动上前询问起民警是否需要他来开机。不对，一种违和感萦绕在我的脑海。刘英英此刻实在太镇定了，镇定的就仿佛是一个局外人，以他的心智怎么可能这么冷静？果然，民警检查了刘英英的 IP 地址与发帖的地址并不吻合。这不可能，连比较理智的周静都按捺不住，他喊道，警察同志，麻烦再多检查一次，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女士，请你冷静一点，我们的技术部门已经检查了好几次，不会有错。这个结果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。刘英直接转变为得意洋洋，她隔着人群望向我，你以为我知道你恨我，觉得是我抢你的男朋友？但是不好意思，怪只怪我魅力太大，至于网上是谁在说你什么问题，那跟我没有关系。但是你带头污蔑我这件事情，是不是也得给我道歉呀？他说着说着又委屈起来，眼眶瞬间泛红，这副嘴脸我之前时常见过，尤其在周思面前，他真是装了一手好白脸。但我现在没工夫计较，我可以肯定一定是刘印做的。但是这么巨呢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我的记忆从今早开始回忆，回学校，回寝室，再到寝室楼下，才遇到刘茵茵和周思。当时周思说他们之前一直在一起，结合刘茵茵刚刚的话，我忽然脑海有个模糊的猜想，走到李梦身边，我巧声问他，帖子爆出来的那天晚上，你们为什么用微信聊天，而不是直接在寝室里聊呢？接连被证据打脸，李萌精神有些恍惚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反应过来回答，当时刘茵茵不在寝室，他跟周思在外面过夜，论坛的事就是他在群里说的。他要不说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了然在并未惊动刘茵茵的情况下，将这件事情告诉民警，以传唤的方式。周思带着他的电脑来到了警察局。周思出现时，我看到刘茵茵慌了，果然问题在周思这，显然周思还不明所以，将电脑交给民警后，立即去做了笔录。刘茵茵甚至来不及跟他说什么，周思笔录还没出来，但 IP 地址的核实已经完成，证实网上的帖子确实周思电脑发布，且发布的时间是昨天下午5点多。当这结果被宣布出来的时候，李梦和周静松了一口气，刘茵茵脸色惨白，这不是我的电脑，这是周思的电脑，跟我没关系。他忽然大叫起来，只能证明是周思在网上发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周思刚走到调解室门口，就听到这话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，你个贱人，当时是你跟我说用电脑我才给你的，你胡说，我没有用过你电脑，肯定是你自己发布了帖子。刘茵茵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从周思出现，她身体就颤抖不止，明眼人都能看出她是害怕了，这是廉价的感情，你对自私自利的塑料夫妻，白天还在我面前装爱，现在就能言语化作，利刃互相刺向对方，这场景我是很乐见的，虽然今天已经看过好几次，如果不是在警局，我真想请文书出去给我买个西瓜，边吃边看，你这个贱人，花老子这么多钱还污蔑老子。周思似乎还没有2个室友冷静，他指着刘茵鼻子就要打骂，被民警严肃制止，这里是警局，不是菜市场，不是你逞凶斗狠的地方，少一口一个老子，既然东西是在你这里发现的，那么这件事情你也得配合调查，请2位跟我去采集指纹。
结果显示周思电脑上只有刘茵莹和周思本人的指纹，一切似乎无从抵赖，但刘茵莹还不愿认罪，那又怎么样，又能说明什么？这只能说明我曾经用过她的电脑，但并不代表着这帖子是我发的，就是周思发的。刘茵莹恶恶说道。周思颖狠地瞪着他，忽然想到什么，他立刻说我是有不在场证明的，那天下午我跟我的社员们一直开会，开到下午6点多钟，因此这个5点多钟发题的人一定不可能是我。刘茵莹脸色顿时大变，身形都站不住了。周思得意的笑证人就是我的社员们，他们都可以给我作证。很快民警向社员们取证，也证实了他的说法。此刻证据链形成闭环，刘茵莹无从抵赖，她直接瘫倒在地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跟文书对视一眼，感谢各位民警同志的调查，既然这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鉴于这件事情严重损害了我权益，后续会由我的律师跟进，配合对刘茵莹、周静和李梦的诉讼。我站起身扫了他命眼，3个人都低着头，谁都没有再说话。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已是月光高照，因为社会影响较大，派出所也很快的在网上发布了调查结果，前因后果一一相近。与此同时，学校保研这件事情也进入大众的视线。当天晚上，我接到了当初推荐我参加化学竞赛那位老师的电话，保研名额最终还是给了我，这并不是学校对你的补偿，你优同学这个名额，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恭喜你。那位老师如是说的，谢谢。这件事情过去1周后，李梦、周静与刘茵莹的父母相继为他们办理了退学，办理手续的正是那位辅导员，在办完手续后，他也办理了自己的离职手续，原因是收学生贿赂。这些1周前还在我面前嚣张跋扈的人都彻底离开了我的生活，一切又似乎步入正轨，我也加入了那位老师的科研团队，开启了科研生涯。直到我再一次遇见周思，他似乎在寝室楼下专门等我，见到我的时候，他表情很难看，是你，我被注销了学籍，不得不出国，我爸甚至还扣着我的钱，不能随便回国，这个流放有什么区别？我微微一笑，眼神波澜不惊，周思，还从来没有人敢骂我贱人，这件事你也是帮凶，他们都进去了，你凭什么好好的？他神色恍惚起来，在那边好好当你的学生主席吧，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贱人。我朝他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，转身离开。阳光正好，何必为这些烂人浪费光阴？全文完结。